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非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为得殊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其实这些时候应该是我念的，我刚才想是你们都对这个学得很好的，看起来好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那个21度母战啊。21度母战呢，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啊，应该说是不管是哪一个教派，就是都非常欢喜，都会念诵，并且呢，在生活当中也是就经常就是有一些依靠这个度母的这种加持和就灵感，就牵出了种种的八难、6难等等，就是这样。因此我想我们以后在汉地啊，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来就是弘扬这个度母法。诸佛菩萨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妙药的这个能力呢也是不可思议的，还俗的这个力量呢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在实践当中呢，有许多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功用或者是力量就是力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座都是应该这个佛教徒，佛教里面的佛陀的这种能力和智慧慈悲呢，无有不信的，应该大家都非常这个信任。那既然信任的话呢，在我们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信心呢，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啊。自己从来都是不念经，从来都是不祈祷这个诸佛菩萨的话呢，虽然他有就是不可这个言说的这种威德和一些这个加持，可是我们个人没有这个需求和没有这个去修行的话呢，那自己就是根本就是得不到的就得不到的。所以呢，世界上的这个修行好和修行不好呢，关键在于这个个人因此佛陀也是在佛经里面讲，解脱依赖于自己就其实解脱都是依赖于这个自己的。当然就是这种这个解脱呢，也需要就是其他三知识的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就是需要就是其他的三知识的开始。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呢，首先是这个开车的事情呢，他在其他的这个事情那里应该会学的。然后学完了以后呢，看你开的怎么样呢，就是靠自己的技术，靠自己的这种功夫。同样的，我们这个修行呢，刚开始如果没有这个三知识引导的话呢，我们都可能不知道。比如说这个度母法门的话呢，我们很多人都是以前看过这个度母的这个像，但是也许呢，就是没有就是特别就是细致的去了解，就是度母法门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大家共同学习以后的话呢，原来是其实在这里呢有很这个深深的这种秘诀同样的道理，我们实践当中的任何一个灵丹妙药的话呢，没有就是弘扬，没有就是开创的话呢，大家也不一定就是知道是其中的这个神秘之处所以说呢，我想在座的这个各位就是以后呢，就是一定要我们就是去这个弘扬就是这种弘扬的话呢，首先是自己要修就是自己没有一点感应的话呢，那么给别人弘扬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我昨天看到听到我们这个尼宗这边的就是读这个韩文的度母战就是应该读得非常好不知道今天就是南宗这边读的怎么样？但是南宗这边呢，昨天就是在还没有上课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在这个做准备。今天呢，我刚才就是看了一下，一个人也没有看见，但是也许一会儿呢，就是有很多的人，就是肯定是比这个倪总念得更好，就是这也是这个不管怎么样，我等一会儿呢还是这个念一个缘起出来给你们就是杀一个命。
啊，不管怎么样，就是也是这样的。但以后呢，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语呢？大家也应该就是好好的去思维啊，就是弘扬佛法呢，大家就是很多人都是通过各种这个力量汇聚一合才可以这个成功的啊，并不是这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的一种这个元气力啊，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杜牧瞻呢就21个颂词，表面上看呢很简单的，但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藏传的佛教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的话呢，的确是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啊，就是杜牧法门是应该说是非常这个根深蒂固的啊，就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呢，人人都会念这个杜牧的心咒，人人都会祈祷。就是那这样一合的话呢，我都经常想啊，就是为什么藏地呢现在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呢，还是就是保存着这么好的这个佛法啊，就是这个佛法的话呢，我们对人类呢就是最需要的一种心灵的妙药。其实我们其他的食品也好，产品也好，就是在如今呢，就可以说是这样的这个国际化的今天呢，就是并不是特别的这个缺少。人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就是精神的这个粮食啊。那么精神的粮食呢，的确你们也看过以前的很多的一些这个志士啊，就是到了这个藏地以后，他们对那个藏地的这个向往啊，对藏地文化的这个兴趣啊，这些都是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应该说是非常有深深的一些这个来源。来源在于什么呢？就是来源在于就是佛教。那么佛教的思想一直这个存在于藏地这个青藏高原的话呢，那么就是人们的这个信念就是绝对会是就是那样的这个淳朴啊、清净啊、无贪无嗔无痴啊，应该说是非常这个宽容、自由，也就是平等，就这样的一种这个力量。一旦我们这个佛法的这种精神就是消失以后的话呢，那么藏地也是同样的，就是跟这个城市里面一样，就是心里啊就是很浮躁的。那么就是很多这个藏族人也好，汉族人也好，不管是谁，都是大多数现象上都是凡夫众生。那凡夫众生的话呢，全部都是在这个贪嗔痴的波浪当中呢，一直这个煎熬着的。那这样的话，就绝对会是就是非常这个就是糟糕的，就是可以这么说的。所以呢，我想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这个佛教徒啊，就虔诚的佛教徒啊，在那个藏地这个经常向往的话呢，就是并不是就是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很多人的说是藏地的这个天就是非常蓝，云非常白，就是然后这草也很绿的，就是但是这个呢，应该在其他的这个地方也是并不是没有的，就是这个是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尤其是利他菩提心的这种精神呢，在藏地一直这个保存着啊，就是当年就是印度那兰陀寺和当年就是印度，就是各个圣地的话呢，就是确实是有非常这个好的一个佛教的这个精神。正因为这样呢，就是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学者呢，前往到哪里啊，就包括我们汉地的这个唐僧啊、发现呢，他们到哪里去取经？后来的话呢，就是他们利益了，就是多少人？我也经常在想，我们这里的有些居士也好，出家人，然后呢，就是到这个藏地去，就是首先就是自己获得了大乘佛法的这种理念，然后呢，就是影响自己身边的人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并不是这个好像是那个什么山顶上的松树一样，就是一个人就是独一无二的，不是这样的。应该一个人的周围呢，就是有家庭、有单位、有朋友、有这个亲人，就是所以自己有一种利他的这种这个智慧的这种货的话呢，那么不得不就是发光，就是一定会是出这种大乘这个慈悲的这个光芒，就是会这个散发的。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影响就是这个世界也是不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呢，我想就是大家就是来到这里以后呢，也好好的这个发愿，同时呢也知道这个杜牧法门是表面上看来是特别简单的，当然是我们这里只讲的是21杜牧，其实这个杜牧法门在每个伏藏品也好，还要在仪轨当中的话呢，那这个一本一本的特别多的，就包括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杜牧瞻呢，我只是在
外面的这个意义，就从字面上讲的，其实每一个宋词呢，它是按照这个升起次第就是可以解释，按照圆满次第就是可以解释，按照大圆满的这个方法呢可以解释。大圆满当中也是按照这个心部、界部和还有这个无上这个心地派的就是道理来这个解释。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宋词呢，就是按照这个各层的教义来解释的话呢，那就是非常这个多的。然后一个宋词的内容，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杜牧站的话，那就是它按照这个细正坏注的这个四大事业，我们要是用它、要修它的时候呢，就很多仪轨啊，就是这个仪轨里面呢，就是每一个杜牧的注意是以这个细正坏注的每一个事业就是结合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有观想的次第呢，就是相当多的。但这次呢，也是我们初步的这个弘扬杜牧法门，就是因此呢，就是比较这个简单的，给大家多讲一点这个故事啊，因为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听故事。我看到70%的人呢都是故事根基，就是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不是说是你们这个根基不好，但是每一次讲故事的时候呢，就目瞪口呆，大家都是一致这个人。然后一讲到有些比较深的时候呢，就先先上是大瞌睡，就是所以说呢，我想是这个很多人呢，既然就是对这个故事啊这些是有兴趣的话呢，就是通过一种简单的这种方法来，就给大家就是说明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那么就是再多翻译一点杜牧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法类啊，就可以呢，就是把它就是解释为一些这个密法的这个修法来解释的时候呢，那就更深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简单的这个字面意思的话呢，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灵感的这些这个教理啊。就今天呢，我们所讲的内容呢，就是说那天这个基金这个声啊，就是以基金式的占谈方式呢，就是分了6个这个小课班，其中就是第5个以上的是前面已经讲完了，就是现在是以这个摧毁塌方火轮的这个以摧毁塌方火轮而赞颂啊，就是以赞叹。第六个小课班是这样的，那么丁尼神父塌方末，扎帕金毁地火轮，又去作神诸亚佛，神然火焰烈火焰。那么，这个就是21杜牧当中呢，就是这里有一个叫做这个神佛塔风木啊，就也叫做呢就是灭地这个杜牧，就是灭地啊，就是灭元帝的这个杜牧，就是也这样的。那么这个杜牧呢，他这里就是定力就是胜过就是一切塌方，就是元帝也好，就是魔种也好，还有呢就是各方面的这些这个违愿障碍呢，就是通过杜牧的这种慈悲心和威力呢，完全可以这个胜负。他这个胜负的手段呢，一般来讲，就是对一些愚昧无知的众生的话，那就是用慈悲心呢，就是进行这个调伏。如果一些刚强难化的这个众生呢，就是特别就是难以这个调化的这些众生的话呢，他有一种这个非常这个梦里的这种现象啊，就杜牧呢，就是在课里面也是念诵这个扎达帕的啊，就是来这个摧毁就是地方所变化出来的一切的这种迷惑别人的这个论啊，迷惑别人的这个武器啊，就是全部都会以这个摧毁的。因为在这里扎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它是进出这个轮回的一种这个咒语，然后判呢，就是它是这个也是就是获得这个清净涅槃的这个咒语。也就是说呢，这个扎是指的这个慈悲心、无缘悲心的本体，然后判呢是无缘智慧的本体。那么智慧和悲心就是双运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无不让这个胜过的，应该说是让胜过世界的一切的这种违缘呐，就是障碍啊，就是这些。所以呢，就是按照这个杜牧的这种这个平时的一些这个观修当中的话，那就是这2个种子咒啊，来这个遣除就是地方的各种这个邪心。同时，这个杜牧呢，因为他这个杜牧呢，就是也有这个
蓝色的，就是还有这个稍微那个对，是蓝色的这个杜牧啊，就是它这个蓝色的杜牧的话呢，就是它整个做事呢，就是尤其做声啊，是压住这个一切外敌。还有呢，就是它是在这个熊熊烈火的火焰当中啊，就是火焰当中，就是虽然它的这个声响是寂静的，但是呢，为了就是摧毁就是地局呢，为了就是摧毁就是实践当中的各种，比如说这个冰雹啊、战乱啊、瘟疫啊等等，就是种种这个逆缘呢，就是依靠这个杜牧的这种猛火啊，就可以这个烧坏啊，就烧坏。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遇到一些比较就是可怕的一些这个违愿就是障碍的时候呢，就是经常这个观想这个杜牧啊，就是观想杜牧的话呢，也是这个非常这个好的你如果能全部的声响就是能观呢，就是当然是很好的。如果全部的声响不能观的话，那就是其中的就是一个绿杜牧，或者是包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神符塔风杨木的话呢，就是它是这个书音就是跟前面一样的，就是这个有书是这个绅士书音，然后这个作书的话呢，就是应该有这个什么宝剑啊，就是有这个宝剑。在这个曼塔罗花上面呢，有这个宝剑，就是这种宝剑呢，就是断除对方的一切这个无名邪见的命根啊，就无名邪见的命根。那么他就是处在这样的这种烈火当中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外面的这些障碍呢，就是可以这个迁除，就是包括我们就是实践当中的有一时候的一些就出现的障碍啊，就这些都是依靠它来就是迁除的。以前印度有一个城市里面就是有500个这个比丘和比丘尼，然后他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后来就是遇到了一些这个外貌的这个干扰啊，就是外貌的捣乱以后呢，就是很多这个圣人呢，就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这个疯狂的这个行为啊，就做梦的一些这个言论啊等等，就是出现这样的。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其中有一个老比丘呢，就是他想起了他的这个上师的一些话，上师呢就是说是每次都是遇到就是一些违远痛苦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一定要就是观修这个度母啊，然后他就开始就是依靠这个上师的窍诀去修，结果呢就是他祈祷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在他的这个境界当中就是出现了就是度母，然后呢就是他按照这个上面的窍诀呢，就是整个这个森林当中呢就是挂了很多的这个度母像，结果这些魔缘呐、违缘的话呢，就是他们看到那个就是整个这个森林的时候呢，就是都没有看到真实的人，就是都是度母像，就是说没办法这个危害啊，就没有办法危害。因此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其实修行还是经常就是遇到一些这个违缘和障碍的。说实话，就是个人的这个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有一些不平的时候呢，祈祷度母是的确是它是最这个灵的，就是最快的啊，就是最快速的一种这个加持法啊。就这一点呢，我们以前就是可能个别的道友呢，就并不是很清楚，就是这个法门就是不是特别这个清楚。但是你知道了以后呢，自己先应该对他升起信心，就是升起信心以后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这个祈祷就是可以这个祈祷在这样呢我想以后应该这个在不同的这个场合当中呢，就是都可以大家就是这个修行啊。我们藏地有很多就这样的这个供案，就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这个拉萨那个大昭寺啊，大昭寺里面的是以前那个。也是有特别就是好的一个杜牧这个就壁画啊，就是这个壁画呢，就是跟这个很多大的，包括这个贴金啊，包括这个供养啊，还有他们在那个这个祈祷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出现很多的瑞相啊，就是出现瑞相就比较多的就这尊杜牧的话，听说那个就是八思巴呢，就是在这里这个供养，就是当时呢，他去供养的哈达就是放在这个下面，放在下面的时候呢，那么
杜牧这个亲身就是说话，就是说是你最好把这个哈达呢，就是直接就是供上来，就不要放在地上，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历史啊，就这些都是非常这个可靠的这个历史。所以呢，我们对所有的这个历史呢，就是不承认的话呢，啊，包括这个汉地也是出现的真实呢，就是到最后就谁都不承认了啊。今天我们这里这个听课也好，或者是曾经我们做过的这些事情呢，再过一段时间呢，就是完全成了一个历史。那这个历史也是我们就否认的话呢，就是实在是这个不合理的。啊，就是我们这个汉地这边好像杜牧这边的这种故事呢，不是特别多的，就是因为像那个。当地的很多高僧大德，就是刚开始杜牧呢，就是在台湾和那些地方呢，就是弘扬的比较早，所以在那些地方的话呢，还是就是公案是相当多的，就是尤其是像台湾的话呢，包括这个高雄啊、台北啊，就是很多地方呢，就是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就是修杜牧，就是因为他们公案相当多，就是啊有些人就是这个10年了，然后呢就是念杜牧以后呢，就是过一段时间就各方面的这个情况就是有这个好转了，有些呢就是这个工厂已经这个破产了，就是破产以后呢也是依靠这个杜牧的价值，就是后来呢就是慢慢就是找到很好的这个路啊，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现象呢非常多的，这不是完全的一种这个故事。如果全是故事的话呢，可能我们极个别人呢啊，这是以前的这种说法而已。现在到底有没有啊？就是会不会杜牧法门呢？就是已经这个过期了，或者是现在就是会不会不理呢？就是绝对不会有的啊！就包括我们昨天在这里念杜牧传的时候的，我的当时这个内心当中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充满信心，就是可以说是这种被信心的这种泪水呢，就是一直止不住。我就心里面也并没有像我怎么都没有像，但是我从小都是一直这个祈祷。一方面呢，就是比较这个上心，就是没有见到过，除了唐卡和杜牧像以外，没有见到就是真实的这个杜牧，就是也有点这个伤心的。另一方面的话呢，我在想我们现在轮回当中呢，就是有这么多的众生是很痛苦的，就是一定要就是祈祷，就是让这个杜牧的这个加持来，对有缘的众生呢，还是继续就是解除这个苦难呢。其实我们今天在座听课的人都是应该说很幸运的，就是身体也算是健康的，就是然后有吃的有穿的。当然每一个人心里不一定满足，就是觉得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这种痛苦，但实际上我们算是比较不错的了。在我们这个以外的，就是其他的这个社会各个团体当中呢，包括这个人类当中也有特别多的一些痛苦的人啊，就尤其是你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就看一看，就是到医院的任何一个科室的话呢，有无数的这个人在那里这个挣扎啊，比如说你这个看看这个眼病，就是然后到了眼科的地方的时候，所有的人好像眼睛不行一样的，然后你去那个就是什么这个骨科医院的时候呢，啊，所有人的骨头好像就成问题一样的，就每一个这个科室的医院里面，就是都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的人，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祈祷的时候呢，也是应该呢，就是为这个众生就是多多的这个祈祷。本来佛教的这个教义呢，其实是，有些人说是佛教是到底是利他还是利自己啊？就也有这种说法。其实这个佛教是应该可以说是利他利自己的，但是我们修行佛教的人呢，上等人士就是完全是利他，就是不顾自己的；中等人是利他利己的，然后下等人呢，就是只是利自己的。就是自己想获得这个解脱的，这一点我们大家应该就佛教是就是完全是最究竟的这个利他的精神，但是我们修行人呢，看就是把它运用的时候，用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就这一点有关系。因此我们祈祷杜牧的时候呢，最好也是多想一下，就是我们身边或者我们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的地方呢，还有无数的众生呢，就是正在这个受苦啊，就是悲伤啊、哭泣啊，就特别就是难受，就是那么希望呢，就是依靠这个杜牧的非常迅速的价值呢，就是让他们就是解脱啊。当然解脱的话呢，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因缘的，有些是我们祈请以后呢，就是解除他的痛苦；有些是众生他自己的这种祈祷的三愿成熟以后才得到解脱的，这些情况都是不相同。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祈祷很重要。
这是讲的这个熊熊烈火啊，就是杜牧的外相呢，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修行的观相当中呢，就是也有这个杜牧的这种观修法呢当中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修法当然这个修行呢，原来有一个闭关的人呢，就是他就观这个分路本尊，观分路本尊，就是然后他自己也不太会观，但是他看到这个佛像呢，就是外面都有这个燃火的，就是然后呢，他想是我应该可能这样灌呢好一点。结果他在灌的时候呢，正是他的那个闭关房呢，以其他的原因呢，就是开始起火了。刚开始起火的时候呢，他想是我灌的可能就是原因吧，就是这是一种联想吧，就是一直忍着，一直忍着，就是后来呢，就是觉得好像这个自己的身体都马上要烫上了。那个时候呢，他想是是我的是感觉吗？真的已经起火了。后来一看的是原来不是受灌的原因，就是结果真的这个寺院呢就是起火了，然后他就吓坏了，就是往外面跑，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观想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自己都是不用观想，就是杜牧啊，就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观想方法是比较简单的，它是按照这个识部或者心部的这种观想方法。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杜牧呢，就是作为特别就是慈悲的一种这个就是父母，然后呢，我们就经常这个祈祷他，就是通过他的加持呢，牵除我们的这种各种障碍，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修持，不需要就是密法的很高的一种层次，就是把自己观想就这都是我们没有讲，没有讲的话，那就我们也是一般的一种观修方法就可以。下面是就是第二个是我们就是这个分路神像来这个赞叹呢，就是分7个方面，就是其中是第一个就是以这个摧毁原木就是摧毁原地和魔障而赞叹，就是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这样讲的：顶礼大不救度木，摧毁一切凶猛木。年华，容颜鲜平靡，无语沾尽诸愁缘。那么这个是顶礼神呢，就是顶礼是就是牵除一切部位的这个救度木就是大部救度木。那么大部救度木呢，实际上是也是这个。怎么说就是依靠它让这个牵除也是众生的各种恐惧就是各种这个恐惧。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恐惧，有些对魔障的恐惧，有些对这个原地的恐惧，有些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恐惧，甚至有些呢就是对生活当中的很多恐惧。比如说做生意的人呢，他有一种恐惧感、担忧感会不会我以后做不好，就舍本或者说是在上班的人呢，就是他有一种自己的担忧，就这些都是就依靠这个杜牧的能力来，就是可以牵住。尤其是他的这个维尼就是他的这个身色是黑色的，树枝当中呢有这个金刚火就是金刚火。那么这里写的是红色也可以吧？就是它对，就是应该是红色的，它是。真是红色的，然后它呢，就是让这个摧毁一切世间的，就是各种这个凶猛的这些魔种就是凶猛的魔种。那么它原来这个寂静声响的时候呢，就是莲花般的这个容貌的话呢，也在这个众生个别的一些难以调化的面前呢，就是显现，就是拼灭这个就是也有这样，那有些画像里面就是明显的看出来，有些就是稍微带有一种愤怒像的，但有些这个画像。呢，就是没有，就是还是所有的这个画像都比较这个相同的。然后依靠它的这种威力和价值力呢，就是斩断就是所有的这些怨敌。当然，所有的这些怨敌呢，并不是害他们、杀尽他们，就完全是超度。就是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任何一个字表面上看呢，有时候是可能摧毁降服或者说是远离驱逐等等，就是这些名词。实际上的话呢，如果是对这个众生没有利益的话呢，佛教的任何一个这个降伏法也好，就是毁灭法的话呢，不像我们就是世间人一样，世间人的话呢，就是这要是我自己有一点这个好处的话呢，怨恨的敌人呢，就是该杀的该欠的欠，就是包括很多国家的这种一些这个思想呢，就是也有就这样的这个情况，但是实际上佛教里面呢，就绝对是没有的。我们表面上看呢，就是这个杜牧呢，就是依靠他的这个价值呢，好像是对这个元谋和对
对怨恨的敌人呢全部牵住。其实牵住的方式呢，完全是让他就是有这个超度的能力，有他这个得到解脱的能力呢，就是他才实现的。因此，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表面上有些，尤其是一些密法和显宗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摒除法啊，就是摒除法，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是对他有一种大慈悲的一种摄持啊，就是大慈悲的一种摄持的话呢，那么就是可以就是牵除就是他的各种这个邪性啊，就是牵除他的这个各种邪性。所以呢，依靠这样的这个度母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魔缘和魔障呢，就是也能牵除。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就是藏地呢家喻户晓的有一个叫做是独角度母的故事啊。独角度母的故事的话呢，这是基本上就是很多人啊，就是都会讲的，就是它是表面上看呢，就是这个很简单，但实际上里面有很深的这个意义。以前藏地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地方啊，就是地方就是，然后呢就是这个小城市的附近呢，就是有一座桥，就是这个桥呢，就确实是有很多就是废人，也有一些这个外魔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王魔啊，就是有一些魔障。那么魔呢，就是经常就是在这里，这个大家可能你们也知道吧，就是汉地也有，就是有些地方是魔特别多的，就是那种。贵士呢，就是特别兴盛作浪的；有些地方呢，就是比较平静的。但那个桥呢，就是基本上有很多人渡过那里的时候呢，就基本上就是出一些违缘的。后来有一家人呢，就是后来吵架，就是吵架，然后跟家人呢就是不和，然后那个他家里的妻子呢，就是就晚上的时候只有离开，离开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渡过这个桥，渡过这个桥的时候呢，他也害怕，但是呢，就是他因为当时的这个嗔恨心呐，就不得不渡过。就是他渡过，他渡过的时候，刚开始一想到那个桥呢，就是确实有很多冤魔呢，就是疏忽着，就是他特别害怕，特别害怕以后呢，他就心里面就是念这个度母，但因为当时一方面生气，一方面呢，他就心特别着急的原因呢，他想念度母呢，就是没有念好，就是本来是我们这个就念度母的话，那就是至少也是什么我们第一句话，我们吉尊嘛婆嘛罗嘛拉香差了，或者呢就是说是南嘛，至尊度母啊，就是那么至尊。我们至尊度母，我们南无度母至尊度母，就是至少也是顶礼祈祷度母，就是就这样的。但是他因为他害怕了，就是他就没有说就是嗡卓玛，就嗡卓玛的话呢，就是光是那个。就是度母，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前面的所谓的顶礼呢，就是他就忘了，然后他一边就是就念这个度母的词，一边呢就渡过那个桥，结果很顺利的渡了。然后呢，就是这些那个废人呢，就说啊，就是说告诉就是刚才不是就是那边渡过一个人啊，就你为什么是不抓住他呢？然后另外一个废人呢，就是说是我没有看到，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度教的度母呢，就是过去了，就是因为他念的不全，就是念的不全的话呢，在这个废人面前呢，就是好像这个度母呢，就是有一只脚没有，就一个独角度母呢，就是过去了，就是我其他没有看到。所以自从那个时候以来的话呢，在藏地经常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呢，也是就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话，那至少也是念一个度母的信主，或者呢，我们后面不是有一个什么那个吉尊旁嘛中嘛前边的，知道能够跟来加多时候就最后有一个两句，就是这个是最短的度母祈祷文，就是应该。自己方便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就如果你21度母实在是有点困难的话呢，那么这个祈祷度母啊，就是或者是念一个度母的信咒，就这样让这个牵除一切魔障啊，就是牵除一切这个违缘啊，就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就是我们第二个这个课盘的话呢，就是以疏忽他人而这个赞叹呢，就是以疏忽这个他人而赞叹。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这样讲的：顶礼三宝，眼以目，竖指当胸无言，庄严无语诸方论，自知光芒普萦绕。那么这个度母，那就是实际上是，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绿度母啊，就是也是，
就是他做的这个三宝树印啊，就是三宝树印呢，就是右手呢，就是也是这个身世树印，这个左手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胸前呢，应该所谓三宝树印的话呢，我们经常看到杜牧的这种这个无名指和这个拇指呢，就是刺着这个莲花的花柄啊，就是然后其他的三指呢，就是一直这个竖立着，就是这个叫做三宝素印。那么这个三宝素印呢，就是赤指就是这个莲花啊，就然后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有这个法轮啊，就是有这个法轮，每一个杜牧的这种树印和树印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呢，它的那个发起呢。尤其是左手的这个发起呢就不相同的，右手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然后这样的这个杜牧呢，就是他会这个庄严，或者是疏忽呢，所有的就是一点都不剩下的就是方论，就是方论的话呢，那么就是四方这个或者说方圆，就是所有的这个世界啊，就是所有的这个方的和就是圆的，就是不包括的呢都没有，就是那么所有的这个世界呢都会这个保护着，就是这个我们也经常提到的这个绿杜牧啊，现在很多唐刊里面看到的是就是这个莲花花瓣上面呢就是没有其他标志的，也是绿杜牧，就是这样也比较多一点的。然后有些呢就是没有花瓣的，直接就是拉着这个什么那个标志啊，就是也有这样的。然后杜牧自己的这个光啊，是身体的这个光呢，就是萦绕着整个所有的这个众生啊，他所保护的这个所有的众生呢，通过这个杜牧的这种光来这个疏忽。我们自己也观想，就是遇到一些痛苦危险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杜牧的加持，就是然后呢就是疏忽自己，保护自己，然后呢就是普照自己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种功德也是特别大啊，就是功德这个特别大，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修绿杜牧的人呢当然也是在汉地的话呢，就是在历史上也是优势也有一些，就是只不过是不像那个像藏地一样的，尤其是在那个张家过世的时候呢，据说是这个杜牧法门呢，就是在这个皇室啊，就是在这个宫廷里面呢，就是非常这个兴盛的。当时那个乾隆皇帝的这个母亲呢，就是她也是修这个绿杜牧的，就是说是在现在的这个雍和宫当中的话，那就是也有一些这个绿杜牧的这些这个非常旧的这个唐卡，就是这个文物的这种唐卡。那么这些唐卡呢，不是现在那样的这个书画的，就是应该有很多的这个比较。就是怎么说啊？就是那种这个材料呢，就是拼做的，就是那样的，就是当时也是在这个历史上是非常这个出名的啊。就是乾隆皇帝的母亲呢，就是特别对这个杜牧法门就是有这个信心的啊。然后在我们这藏地的话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是那个就是尼泊尔，就是那个慈珍公主啊，就是她带来的，就是据说是藏地第一个杜牧这个发生呢，是她带来的。实际上文成公主在唐朝的时候上去的时候呢，也带着一个杜牧尊，就是我那天说是我们现在那个市区啊，就是这是甘孜州的市区，现在有一个专门杜牧店，就是叫做南卓马拉康啊，就是丹阔，就是丹阔是原来摩彭仁波切在那个圆寂的那个地方啊，摩彭仁波切圆寂的，原来我们去过，就那个地方的话呢，其实那个地方还是就是出现特别多的高僧大德的一个地方。那这里呢，就是当时这个那个杜牧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文成公主，这个上去的时候啊，就是经过这个地方，经过那里呢，就是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个杜牧呢，就是不肯就是走，就是然后他就说话，就是待在哪里，就是他说是我待在这里度化众生，我不去这个拉萨了，就是拉萨气候太不好了，会高山翻译，就是如果高山翻译的话，听课的时候也迷迷糊糊。头痛啊，就是有些那个啊，我尽快讲完啊。我们监考班是就是这个很认真的听着，有些句式的话，那可能有点高山翻译，头痛啊，然后心脏不舒服啊，一直到处都摸着，所以我的心也是在按照你们的收音，就是去晃来晃去，晃来晃。
嗯，所以当时那个就是说是这个那个地方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独木像啊，就是但是藏地就是最主要的这个独木法门最兴盛的话呢，就是从阿底峡尊者开始的。其实阿底峡尊者，你们不知道去过拉萨没有？原来法王如意宝去印度的时候呢，上去的时候90年，就是当时去这个拉萨，去拉萨的时候呢，我们路上这个要接近到拉萨的那个地方呢，捏汤。啊，就是以前那个阿底峡尊者，还有那个中敦巴尊者，就是在那里就是待过的，就叫涅汤，就是杜木殿堂，就是珠穆朗玛啊，就那个地方，你好像拉萨城还有大概是20公里左右吧，就是在那个地方呢，是大概是阿底峡尊者是应该是1046年，就是到了那里的，然后呢，阿底峡尊者在那里待了这个9年啊，就是大概是1054年还是什么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呢。阿底峡尊者就是实现这个圆寂，实现圆寂以后呢，就是也据说是这里留下了很多阿底峡尊者的遗骨档，就是非常有殊胜的价值品。然后在那里呢，就是就当时的已经建了一个杜牧这个殿堂啊，就这个杜牧殿堂是在拉萨那一带的话呢，就是无人不知道的，非常有这个价值力的。以前上师如意宝都是亲自到那里去，就是开光啊，我们这个一起这个祈祷啊，就是也有这样的。希望以后啊，就是去这个拉萨的时候呢，就是应该问一问，就是捏汤在哪里？就是捏汤是就是很近的。然后这个独木这个殿堂的是寺院很小的，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寺院的是不是很大的，但是。那里确实是有特别就是历史的具有价值的这个独木的这么一个殿堂。因此，在我们藏地来讲呢，应该说是也是比较多，就是汉地这个雍和宫呢，就是应该也有这个很多杜牧的这个特别珍贵的这个像就因此我们平时祈祷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通过怎么说啊，就是通过一种这个就心性来这个祈祷，就是通过心性来祈祷的话呢，就是包括就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就是特别严重的这种疾病的话呢，就是也是可以就是治疗的我什么时候看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就有一个人的是已经这个得到了就是胃癌，就晚期，然后呢他都特别特别的这个失望，就是觉得没有什么这个意义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后来的话呢，就是他在这个好像是一个梦当中吧，就是一个梦当中的话呢，就是身体完全是一个绿色的，然后呢人来就是开始说他，就是本来他是一个新加坡的就是商人，然后新加坡他就专门开海鲜的这个。过那个餐馆然后呢，就是那个绿色的这个母亲，就绿色的就是妈妈呢，就是告诉他，就是最好你把那个海鲜的罐海鲜的这个餐厅呢，就是罐然后呢，你好好的这个修法，就以后呢，就是不会有什么这个通过。后来呢，就是他就觉得是有点就是奇怪，就是后来有一次他就到一个佛教的这个常用就一些买卖店就是到哪里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绿色的这种杜牧然后呢，他当时就是在梦中看见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就母亲一模一样的，然后他就突然就开始叫起来，后来他就亲了这个佛像，然后据说呢，就是在新加坡就是建了一个那个道场，就是然后他的这个癌症呢，就是也是这个不愈而治了，就是全部这个好了，然后后来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然后治了，就是很多就让他们大家就是特别严重的这种癌症患者的话呢，要求让他们修这个六度魔法据说是我在以前其他的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的，就是应该是真实的吧，就说是200多个这种患者的话，都是已经这个痊愈了，就是说是非常有这个价值的就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呢，我想就是想得到这个长寿也好，想得到一些这个快乐的话呢，就是的确是杜牧法门是特别殊胜。以前那个贡布巴尊者的一个上师吧，就是噶当派的，就是特别这个修行好的一个就是大德，就是他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呢，就是很想这个弘法利生，但后来呢确实是出现一些这个疾病，就是接近这个圆寂。那个时候呢他就后来就是有一些这个
好像什么因缘，就是让他这个修度母，然后他度母这个修了11个月以后的话呢，度母亲自已经显现了，显现以后呢，就是说这个他的宿命呢，就是在这个延长这个10年，然后呢，他就非常欢喜的，后来就是到了60岁，60岁的时候呢，他又不断的这个修啊，就是然后又见到了，然后他宿命有让他造这个度母的像，就画度母的唐卡。还有这个造像，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一直这个活到了95岁啊，就是95岁。确实，我们有些现在世间人的话呢，对这个长寿啊、发财啊，然后这个家庭幸福啊等等，就是这些是，确实也是作为凡夫人来讲，这是对他来说是比较这个重大的事情啊。我们说来世解脱的话呢，就是他就觉得说啊，来世反正倒是再说吧，就是现在我这个家庭，现在我这个生活变好都是多么好啊！那这样的话，诸佛菩萨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大家应该通过这个念诵度母的话呢，以他的这种微光呢，就是这个帮助自己，就是也是前出就是各种这个慧缘啊。当然是这是有心性的人来讲呢，就是确实是会感受这些的。如果一点这个心性的没有的话呢，当然是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啊。就是下面我想再讲，下面就是说第二个是以这个怀入啊，就是怀入诸母和一切这个世间众生而赞叹的，就是那么这个颂词当中，顶礼唤曰为德摩，顶礼唤曰为德摩，顶是光满成般呢，细小大小身周应，怀入群魔于世间。那么这个是顶礼这个欢愉为代母，欢愉为代母，它有这种无漏的这种这个欢乐和快乐大乐。那么就是以它的这个为德呢，就是度化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这个度母呢，就是实际上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的这个顶舍，它的这个顶舍的这种这个光芒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稀有庄严啊，就是庄严，并且呢，就是它发出的这种这个笑声啊，就是发出的一般这个诸佛菩萨的笑声呢，为众生有利益的时候呢，都会这个笑的。一般度母的这种这个笑声相关的有一些这个资料里面就是说这个哈哈呵呵。嘿嘿嚯嚯啊，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笑声呢，就是有这样的笑声。那么这些笑声呢，实际上我们经常就是念诵的，我们大力德里说话那个咒语。那么这个咒语呢，能这个坏入，能这个驾驭，就是世间当中的所有的一些这个群魔啊，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事件，就是包括就是比如说第10天呐，还有这个梵天呐、国王啊、大臣啊，然后世间当中的种种的这些人呐。所以我们如果要想啊，就是世间的一切的这些外缘，就是魔障，就是不能摧毁你。世间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人天的这个众生呢，你要想好好的就是帮助他们、度化他们的话，首先是把他们的心要这个收回来。如果你心没有收回来的话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困难。那么你要心收回来的话呢，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种威德和能力呢，就是很困难的。我们世间的一个家人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就是怎么说啊，吸引别人的这种魅力也好，吸引别人的这种能力没有的话呢，就是你越来越跟他吵架的话呢，他越来越远离你，就是你想就是帮助他，想让他带住也是不一定的。但是如果人自己有了这种威望和德行，那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的，就像是有这个这个花朵当中蜜蜂自然而然来一样的，就是所以众生呢就是自然而然居住。这个时候呢，就是用通过这个这个佛法来就是利益也是不是很困难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个祈祷这个度母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经常就是有这个度母的这种这个加持啊，就是包括就是他这个身上的，我们前面也讲过吧，就是他的我们看起来呢，就是他是很庄严的这样的这个金银财宝的这个外面是报身这个服饰的，但是这种这个也是一种价值的象征啊，就价值的象征。我们有信心，我们有因缘的话呢，也是完全可以就是得到的，就是得到这种概念。我记得吴国王尊者那个传记里面，就是都想不起来，忘了已经。
但是无光尊者这个传记里面呢，不是无光尊者就是在医治山石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办了这个救慈架，就是后来呢，当地的人们也是就是把他开除了，开除以后呢，他在山下就是写了一些这个严厉事件的祷告，然后呢，就是去一个地方，呢，就是遇到了好像一个葛西啊，这个葛西呢，就是也去这个外面去准备化缘，就是他说我如果能化到了一袋子这个青稞的话呢，准备在蒙蒙山洞里面就是去这个闭关。然后无光尊者说，我也正好在想到哪里去这个闭关，就是要不要我们一起去？结果呢，就是到哪里去了以后，有很多这个因缘就出来了，就是他们的这个闭关的这种粮食呢，就是不成问题了。然后呢，他每天呢，就是跟那个葛西呢，就是讲那个显光庄严论，然后准备发愿8个月还是9个月，就是在那里这个闭关。到了第5个月的时候吧，就是有一天早上还是晚上的，反正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就是在这个时候，无光尊在的这个显现当中啊，显现当中的话呢，就是杜牧的化身，一个16岁的少女呢，就是骑着一个马，然后呢，就是在身上有各种就是栓虎啊、马拉，还有金银财宝，各种这个装饰非常这个圆满的一种这个少女，就是出现在这个他面前。然后呢，就是无光尊者就是开始这个祈祷啊，就是说是这个圣母啊，就是今天就是那么就是见到你就是非常的这个欢喜，就是请你这个赐予这个加持我。然后呢，就是结果这个就杜牧的化身就是那个16岁的少年呢，把自己的这个包挂就是副冠呢，就卸下来，就是交给这个无光尊者，交给无光尊者以后的话呢，就是那么他就是在1个月当中就是空了无二的这种眷属当中呢，就是一直不离开。从此以后呢，就是杜牧就是始终都是在他的这个事业最关键的时候就会这个出现的啊，就是最会出现的。我想我们在座的道友们啊，你们也是应该原来我好像杜牧像印了一些。但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就是所以你们可能不一定有感觉。还有去年我做了一个卡片，就是那个，就我想这个卡片就是很容易，就是得到。当时发了是吧？发了没有？发了是吧？发的话，那有没有？可能你们就不在乎，就放在什么？那么你看，杜牧开始出来了。怎么说啊？我刚才就是说呢，无光尊者的是当时那个，好像1个月当中都是处于一种空了无二的这个境界当中。然后呢，就是他就所作所为都是杜牧，就是帮助这个弘法利生呐。好像后来这个格玛然在上师的这个就是见面也是杜牧收集的吧？应该好像是吧？就你们就方便的时候翻开这个无光尊者传记啊所以我想呢我们很多人就应该就是经常这个修杜牧就是很有必要的。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经常就是讲我们这个学院里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出现一些这个现象上的一些这个违缘呐，或者是出现一些文艺病呐，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就是共同就是修这个杜牧法啊，就是平时呢就是也经常有这样的，因此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吧就是应该说这个修行就是还是很重要的。有些实践人呢，我那天看到什么时候看到的？有一个实践人就是说，他就特别喜欢念这个杜牧行注。为什么呢？以前他那个家庭呢，就是好像刚开始是不是很好的，就是后来呢，就是家庭就是特别的这种和睦。然后有一个上师呢，就是要求他念那个杜牧行注40万遍。到了20万遍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家庭就已经完全有很大的这种变化，就是特别快乐。
了。那这样的话呢，别人也是极其的这种羡慕他们的这个家。这样的时候呢，他就把40万遍念了，就是后来呢，就是他再念这个好像100万还是怎么的，就是100万。确实我们现在在这个实践当中，很多人的这种感应呢，就其实诸佛菩萨的价值是看众生的这个心性。众生真的有了心性的话呢，虽然这是一种，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歪修法，就是多么的歪修法呢，就相当于是一种坐相。也许你们学禅宗的、学大圆满的啊，就是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讲就不要坐相。其实口头上我们这样说善，实际上呢，有时候我们做善法的相还是有必要的。如果我前2天也讲了吧，我们有很多护法神也是帮助我，有很多这个空心和有一些这个本尊呢，就经常护助我的话呢，那么我的这个弘法利生也好，然后呢还有自己的这个事业啊，然后自己的这个修行呢，各方面都是很顺利的啊，就很顺利，而且这种能力和势力呢，就也是极其的这种强大啊，就强大，就这一点应该看得出来。我都想就是现在魔法时代啊，你看那个各个地方的这个佛教呢，就是表面上看的并不是很兴盛的，就是说实在的，我们这个汉地，这个很多道场，不是说全部，就是有很多道场的话呢，就是有一种成了一种这个商业性和一些女友性的这种道场啊，就看了以后的是就是找不到一个佛教的古老的这种真挚的这个原始佛教的思想，就是这个真理思想也找不到，传播的这种理念也是没有的，而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拜佛的话呢，就是也是为了就是这种这个平安呐，就是我孩子这个考上这个大学然后生意呢就是做的这个成功发财就是除了这个以外，真正的精神上的东西呢，你到了这个寺院里面的人呢，他也没有这个需求。即使这个需求的话呢，好多就是真正的这个讲经说法的人呢，就是也很少。然后在我们藏地的话呢，也是的确是这个很多寺院的有些老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纷纷的这个圆寂。然后年轻的一些这个出家人的话呢，也有这个幻术就各种这个不好的这个一些行为也出现的。好多这个小的一些僧人的话呢，就是国家也是在有时候是也控制，就是要求就是孩子们都要这个上那个国家的这个义务教育的这个学校那这样以后的话呢，基本上好多寺院的是现在有一种就是短缺就是短缺僧人的那种这个危险性，就是老的已经这个圆寂了，小的就是暂时各种因缘就是不让这个成熟，中等的这些人呢，我们外面的什么网络电视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外援，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藏地虽然各个地方都有很好的一些寺院，但是这个寺院呢，并不是外在的一个这个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建筑就这不一定叫这个寺院。如果是叫寺院的话那就比较简单。但真正的这个寺院的精髓所在呢，就是佛教的这个思想。在这样的这个时代当中的话呢，我有时候在想就是依靠这个法王如意宝的价值，像我们暂时来看的话呢，我们这个佛学院的是包括这个出家人的是有这么这个几千个人，就是一直聚集在这里，就这是在别的地方呢，就是比较这个难找的。那这个是应该是有很多高僧大德们的这种法缘也有，还有同时呢，我们在这里经常就是念这个度母法门念护法神念很多的，就是包括我自己也在想，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就是开法会的时候也是就这么多人很顺利的、很放松的，大家一起在别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可能10个人、7个人、8个人，就是开一个小小的法会的话，那就是中间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违缘。但这个缘起呢，应该是有这个一些人的三桥分别就是不离开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学院里面的很多人就是不三桥不分别，就是对政治对经济对很多方面挂钩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不一定就是会这个长期这个生存的。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人以外的一些本尊和护法神和还有一些就是度母观音就是很多诸佛菩萨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威力，就是包括莲花生大师呢末法时代的时候的一些非常这个强北的就是强有力的大悲的这种格照当当，就是这些因缘具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末法时代，如今这个时代当中呢，也是有这个弘扬佛法和大家共同学习佛法的能力。所以大家呢，把这样的哪怕是开一次法会，听一堂课，这些
不要就是看着是时间的一种聚会，就是一定要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啊，就是可以说白日当中的一顿饭一样的，就是来这个有一种珍惜之感，就这一点很重要。否则的话呢，一旦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身上也失去了这个机会，或者是我们重集体的这个学员呢，以后长期有什么很难说的，就这是我们从历史上看呢，纳兰多斯是那么大的这个寺院呢，就是当时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的一个佛教大学之一。但现在的话，就成了一个可以说是就是除了一个遗址以外，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已经成了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个学院会不会长期这样？我有时候我们现在正在修那个喇嘛金堂的那个。现在的这个设计是那个设计院设计的特别坚固，就是应该光是那个地下的是大概有1米高的这个混凝土啊，就是一般是这个飞机跑道的话呢1.6米左右，就是我们有时候我想，哎，一旦就是我们这个学院没有的时候呢，这个水泥这个地基的话，那肯定是很坚固的。我经常有时候一边逛武场，就是一边是，当然现在正在打基础，我不能像这样不好的，但是呢，有生必有灭，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四边的这个武场关系都会修，所以说我有时候在想，那么坚固的话呢，那一旦就是这个佛学院没有的时候呢，就是不知道这个还存在怎么样。然后我院子里面有一棵这个树啊，就是这个树好像一年比一年高，就是一年都是接近1尺左右长。然后我想，我死了的时候，这棵树会不会在？我有时候也经常看着这棵树，就像无常，所以我们个人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学院的很多事情呢，确实是无常的。但是，大家在这样的这种开发会啊，就共同这个发愿呢，共同学习的时候呢，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很平常的这个聚会啊，平常的大家的一个什么开会啊，就是一起就是去这个逛商店呐，就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动到了真正的这个佛教的价值啊，就前辈大德们就是去一次这个印度的话呢，是什么？就是中间是那么这个艰难，但是他到哪里的时候，就是有这个佛法。我想我们这里有些居士来藏地的时候，就是很辛苦、很艰难，但是也值得。为了就是佛教的话呢，就是也是值得的。现在我们世间的人们基本上是为了一种这个思想，简单的一种思想的是，也要这个花很多钱呐，就是然后到哪里去，就是经常这个苦行呐，就是也有这种现象。那这样的话呢，我想是为了大乘佛法，哪怕是一次的这种这个佛教的这种思想的这种得数啊，就是也是大家就是共同努力。从总的来讲呢，就以后为个人也好，为整个这个佛法的一些这个利益呢，就我们就是经常这个祈祷啊，就经常这个发愿，然后呢，就是自己也要勇敢。就是这个轮回当中都需要，就前2天我们讲移民的时候是这个品质是有很多因缘，就是它呢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弘扬佛法的话呢，也需要就是人的力量、非人的力量、菩萨的力量，就是还有护法神很多的力量呢，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妙品呢，就是可以就是存留于这个世间。如果有了它的话呢，那么就是人们呢就是必定会就是得到战胜和究竟的利益。好，今天讲到这里。哇，他们还是有，一个个都是大和尚。可以。哇，这些一个比一个胖。我们的定力自众生度母，定力分虚就度母，母如刹那三点。三月五足莲花面，花蕊绽放种种现。定力月色白度母，九百满月积聚。
人间群星同汇聚，金方微光金翅山。顶礼之末金色末，莲花庄严奇妙。我是精进不精进，安人禅定心静心。顶礼如来定寂寞，分知无灭众生。我得无余波罗蜜，一切佛之尽一之。顶礼无因之大摩，身边玉色虚空界，其中亚佛七世界，皆能构造尽无。顶礼地分光光魔，火身分身自在光，鬼王七世继续下，夜叉总会见上。顶礼真方大法魔，大法尽会地火龙，有具诸山诸亚佛，竟然须求烈火焰。顶礼大摩九多摩，摧毁一切凶魔。莲花容颜显明媚，无一战机诸咒怨。顶礼三宝业一魔，手持当须漏尾。当夜波月中法轮，世事光芒不萦绕。顶礼万月为德摩，顶世光芒真巴兰。西笑大笑神咒音，围绕群魔于世。结合神多魔，能照一切诸地生。明媚众多梵王身，消除所有诸病。顶礼月相观灭魔，一切是病即水散。无量光魔集中现，恒常光芒最耀。顶礼莲叶神多魔，如魔见我诸光芒。有神所取其自带，击坏一切诸地。顶礼明灭神多魔，周转压地主宰他。灭罗多若梵王身，击破其中一切。顶礼安乐柔三摩，念缘念法心即心。真实咒语闻说法，摧毁一切大罪恶。顶礼明觉闻多魔，总会围绕计划。于地之上悉即摧，十咒中原明咒。顶礼真幻三界魔，众大妄想为种子。须弥魔血曼达拉，三世界界皆动摇。九元灭度神多魔，手持天海相交。说大人不自身，无欲灭除一切度。顶礼天王所起魔，天人非天现应。一切欢喜之为德，切除真头与恶门。顶礼小一神多魔，日月双魔光显。说安人多难柔，心中虚为一魔。顶礼虚光神多魔，安立一切三身。真具体面为真理，吹魔其实也差中。一根本真理赞，21度目中。我顶礼自身九度，我分九度目，目如刹那闪电光。三月无中莲花面，花蕊转放种种。顶礼原色北斗目，九百满月几聚列。人间群星同汇聚，金方微光金翅。顶礼之魔金色魔，莲花庄严奇妙手。梦是境界光洁净，安然禅定心静。顶礼如来定界魔，分知无灭众生心。我得无余波罗蜜，一切佛之净业。顶礼黄云深长寿，天边玉色虚空界。其中亚佛七世界，皆能高照尽无。顶礼地分光分魔，分身自在光。鬼王七世俱虚相，夜叉总会见上。顶礼真法大法魔，大法尽会地火龙。永居坐山诸亚佛，身上群群烈火。顶礼大佛九多魔，摧毁一切凶猛魔。莲花容颜显明媚，无欲战机诸处。顶礼三宝业一魔，手持当须芦苇叶。庄严无余诸法龙，此时光芒不隐。顶礼还原为德魔，顶世光芒真巴拉。西笑大笑神咒音，回绕群魔于世。顶礼见化神多魔，能照一切护地神。灭灭诸多万王身，消除所有诸病。顶礼月相之灭魔，一切是病即水传。无量光佛集中现，恒照光芒最耀。顶礼莲叶神多魔，容魔见化诸光芒。有神作具悉自台，击坏一切诸地。顶礼明灭神多魔，手掌压地主宰他。灭罗多若梵王身，击破其中一切。顶礼安乐柔三摩，即灭涅槃心即心。真实咒语闻说法，摧毁一切大罪。顶礼明觉光多魔，总会围绕即欢喜。愿天真上心即碎，世事终有灭走。顶礼真幻三界魔，诸大众小为种子。须弥魔觉曼达拉，三世间界皆同有。顶礼灭度神多魔，手持天海小拳。周二大人佛之身，无欲灭除一切度。顶礼天王所起魔，天人非天现应。一切欢喜之为德，解除真头与恶门。顶礼邪恶神多魔，日月双魔光显明。所有欢乐度大人，消除愚魔为应。顶礼具光神多魔，安立一切三身如。真具奇妙为真理，具魔具。
一根本正立在21度目中，我地理之中是头目，地理分学九头目，摩罗刹那三地光，三月火中莲花面，花月绽放种种。月正月是北斗目，九尾满月金曲连，正月曲曲中为曲，金毛为光金丝山，地理什么金色木，莲花状元奇妙。我人金金空心金，二人三地心气心，地理如来天金木，分身无边众生心，我的不与波罗蜜，一切不是情。天天荒原深山木，身边玉色虚空界，其中下覆七世界，皆能够得其无语。天天地满光文木，火神分身自在，回望七世继续想，夜叉中为见财丹，天天身法大木木，战法心为主。玉玉众生诸亚佛，生来群雄烈火焰，天天大破九头目，摧毁一切凶猛魔，莲花容颜谢冰美，我也三界诸仇。天天三毛夜夜梦，手持当军楼为夜，状元木叶珠宝龙，只是光芒不一。天天花园为大魔，天日光芒成白蓝，细小大小神咒音，围绕群魔于世界。天天结合神斗魔，能造一切蝴蝶。天边手头翻红尘，小周所有诸病群。天天元相全灭后，一切事变即生。无量光佛金手切，恒热光芒最耀眼。天天烈焰神斗魔，rom魔结化烛光。天天击坏一切诸敌军，天天面面神斗魔，手抓压地主在大，灭了多肉翻红尘，击破其中一切主。天天安乐肉战魔，击灭涅槃心经。真是遭遇文说话，摧毁一切大罪恶。天天面绝红斗魔，总会围绕其环。元天身上心气吹，四周庄严明则红。天天震撼三界魔，诸大妄想为重。须弥不绝曼达拉，三世界界皆动摇。天天灭度神斗魔，手持天海小小。双耳大绕八字神，无欲灭除一切毒。天天天花双金木，天人飞天心一子，并将欢喜自为德，切入战斗愈合。天天笑迎神的魔，日月双目光显妙。双好人等大人，小周巨门本意。天天举举目，安利一切三人如，真举机面为真理，吹磨其世界上，一根本正立在21度目中。嗡达咧得达咧得咧梭哈。嗡达咧得达咧得咧梭嗡达咧得达咧得咧梭
노르다원 바도 마저만나이소 미어터만 드로바데 데간다로 노르다원 바도 마저만나이소 너너 텐도 난지다 코라저도 지니자 남자도 원시도 참로버사 umzudrati jambanzreyeso 너너 텐도 난지다 코라저도 지니자 남자도 원시도 참로버사 umzudrati jambanzreyeso 너너 텐도 난지다 코라저도 지니자 남자도 원시도 참로버사 umzudrati jambanzreyeso menjir thambor ki trashisho yalo tripjo sunga trashisho tapchame tuji trashi jarur kozon tuji trashisho 这个南宗和尼宗大家都唱得很好，然后以后呢都可以算是我们僧众一起做加持，成为那个金刚语、金刚音，那么以后我们在汉地不管哪种念诵的话，那都成为度母的独特念诵啊，就这个传是一种元气啊，就是元气非常圆满。所能的一当就最棒的，东南那边咱们不，这个南极热龙去吧，这本子内着。